干眼症只是因为长时间用3C 吗？其实呢，有一些皮肤的疾病，或者是长期服用部分的药物，也会造成干眼症哦。临床上呢，有一些干眼的病患啊，除了有干眼的问题以外，它有伴随着酒糟肌或者是痘痘肌的问题哦。那除此之外啊，国内外的研究也有发现，长期服用部分的药物，譬如说高血压的治疗的药物、利尿剂或者是贝塔型的阻断剂，或者是抗忧郁的药物，或者是一些荷尔蒙的治疗、口服避孕药等等，都会造成眼睛干涩的问题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泪膜有分成3层，最外层是油脂层，中间是水层，然后最内层是黏膜层。那这3层呢，有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，或者是分布不均匀，都会造成眼睛干涩的现象。那我们最外层的油脂呢，是由脉视线所分泌的。脉视线呢，它是一种皮脂腺，那它会分泌油脂，会均匀的混入在我们的泪膜中，才可以达到锁水保湿，避免水分过度蒸发的效果。酒糟性肌肤的人啊，他的眼睛周围啊常常布满了一些发炎的因子。那这些发炎的因子呢，会随着他的眼睛周围的血管进入到脉视线体里，这样会造成脉视线呢慢性的发炎，所分泌的油脂就会比较浓稠，进而导致睑板腺阻塞，蒸发型的干眼就会发生咯。干眼最常见的疾病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的疾病，譬如说干燥症、红斑性狼疮，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。那这些自体免疫疾病都会造成泪液分泌不足。那除此之外，它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视神经的血管炎、黄斑部病变等问题。那一旦发生了这些干涩、畏光、不舒服的感觉啊，也建议民众可以立刻的就医，来达到最合适的治疗哦。干眼症的治疗方式有哪些？首先呢，我们要知道病人是属于哪一型的干眼症。那临床上可能就会区分为缺水型啊、缺油型，甚至混合型。那如果是属于缺水型的干眼的话，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会补充一些人工泪液啊、泪胶或泪膏。那如果说是缺油型的干眼的话，这种病人呢就会建议使用比较含有油脂的人工泪液。然后同时合并要有热敷的状况，但是这种缺油型的通常是因为睑板腺发炎阻塞造成的，所以这些可能只能缓解。那拜科技之赐啊，我们现在眼科有出现更进一步新的技术，叫做眼科的脉冲光，可以使我们的睑板腺获得比较健康的功能，然后减少异常血管的增生，可以降低它的发炎因子，然后同时会杀死蛮形虫和细菌，使得睑板腺又可以恢复健康正常的功能，然后分泌清澈的油脂，达到一个泪液的保护膜的效果，从根本之道去缓解干眼的症状。眼科的脉冲光目前也通过了 FDA 的认证，那基本上它的探头是4度 C， 那可以提升病人做的舒适感，然后而且它的探头有针对上眼睑、下眼睑做一个设计，所以可以更快速、安全、准确跟有效的达到治疗的效果哦。术后呢会有轻微的红肿，就可以靠点药水获得缓解。那当然我们要注重的就是保湿跟防晒，避免会反黑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要改变一些生活的习惯，减少3C 产品的使用，适度的热敷。然后在饮食上呢，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些鱼油啊、氨基酸，或者是如吃素的病人呢，也可以吃一些亚麻仁油或者是坚果来补充健康的油脂。那基本上呢，医美的脉冲光啊，跟眼科的脉冲光，它无论在能量啊、波长或者是探头的设计上面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一旦有干眼的需求的话，还是要寻求专业的眼科医师为您做眼科的脉冲光的治疗哦。